老爹，老爹，那把木刀的确是在郑开手里，百炼钢。师傅，物证都找到了，怎么这副表情？我在给沈氏缝尸时，发现沈氏的脖梗断口，有2次伤害与残缺口，缝合处缺口明显，与杀死刘旺的并不是同一把刀。啊！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。二人之死若是一人所为，为何要换一把刀行凶？若不是同一人，那杀害沈氏之人就是在模仿巨灵。他是何用意？两名凶手有着何种关系？这刘旺到底发现了谁的旧案？巨灵为何要将矛头指向天后？这庐陵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云洛村孕妇被绑案，短短时间之内，竟然有10名孕妇被绑，其中1名孕妇竟然是清河崔氏。这刘旺竟然私藏15年前的卷宗，还有这张记着10名孕妇生产日期的纸张。这帮人绑孕妇做甚？我知道了，这伙贼人一直没被抓，刘旺定是查到了是谁，被灭口了。那将矛头指向朝中，岂不是引火上身的？那若打破常规，一切重新再议。刘旺发现了15年前孕妇被绑案的猫腻，便拿着它找到了沈氏。沈氏身为都尉的女人，愿意参与其中，必定跟她的利益有关。若不是一人所为，那就说明2个凶手的杀人目的是一致的。为了掩盖15年前的真相，师傅，咱也没证据。狄大人，云奇以茶代酒。有证据。老段、不言，你2人去一趟云洛村。青兰，你随我来。嘿，大人，我买了点早食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，熬了一宿。林兄，哎呀，睡了一宿，辛苦了。胡说，谁睡了一宿？我在查案。你又不识字，你查你。狄大人突然到访，餐食简陋，别见笑。近日庐陵县不太平，昨夜竟有宵小闯了折冲府。大人，
也要万般小心呢。哦，竟有此事？徐同没告诉大人。这徐同怎么当的官？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通禀一声。这徐同未免也太大胆了，竟然没把大人放在眼里。哎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抓住人，给折冲府一个交代，那才重要。要不然，狄某定饶不了他这一顿板子。谁敲完了这个？青兰不疑百姓，今有幸与都尉夫人小郎君共饮。青兰以茶代酒，聊表内心感激之情。青兰姑娘客气了，来。我不喝这玩意儿。启儿，还不替你爹敬过狄大人。来。哎呀，狄某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何事啊？昨日我在公廨听闻，15年前云洛村孕妇被绑架一案。听说，当时崔夫人居然也被那贼人给绑了去。阿娘，你可有受伤？为何不曾听阿娘讲过？何必如此惊慌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不值一提。此案与刘旺之死有关，还请崔夫人把当年的详情告知狄某。这……当年我怀着琪儿，即将临盆，可越快到日子，越觉得心里堵得慌。于是，我就挺着大肚子去了昭云寺，想为孩子祈福。可就在回来的路上，突然，好大的胆子！折冲府的撤一个人，把车里的人留下，其他人滚！出！出！出！如此说来，云齐公子真乃天选之子，遭此大难，竟然能化险为夷，并且出落得要样有样，要德有德，要才有才，真不愧是郑氏和崔氏的血脉啊！公子这是怎么了？我儿这是怎么了？是饮鸩。小郎君怕是吃不得某种东西。琪儿，你这是吃了什么？郑都尉不喜茉莉，那还情有可原。可是崔夫人独爱茉莉花茶，15年来却不知自己的儿子不能喝茉莉。茉莉，是我怕阿娘担心，便一直隐瞒，不怪阿娘。怪我，是我疏忽了。如何？他身上有川芎、香附子等多种草药味，其中菟丝子和鹿角霜的味道甚浓。这数味药都是大补，医师定不会将它们混入一起，不宜共同入药是常识。可再看他的脉象，一切便说得通了。是何脉？哎，夫人，我来。不孕之脉，病急乱投医了。如此便都说得通了。清河崔氏，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和家族的声誉紧密相连。若他不孕一事传出，望族的脸面不保。于是，
他便上演了一出假怀孕、真绑匪的戏码，而郑云奇便是证据。可他已经有了郑云奇，为何还要残害沈氏？因为郑云奇是粗布百姓的血脉，而沈氏诞下的却是郑氏的血脉，于是他便像15年前一样杀母夺子。那刘旺也是死于崔氏之手。谜底总会解开。师傅，老爹，师傅，我们去了云洛村，可15年前突发了一场天火，把云洛村烧了个一干二净，人全都烧死了。如今的村民都是后搬来的。我记得云洛村就在沱溪河边上，离水如此之近，怎么会被烧得一干二净？找徐通，拿玉兔。是。这云洛村的地势西高东低，中间又被沱溪河分为了南北二村，周围东西向的群山将南北峰阻隔。卷宗记载，当天晚上并无风势，又有水隔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天火，将这南北二村烧了个一干二净？我们询问了邻村，据他们所说，大火当晚并没有听到云洛村有人呼救。自然不会有人呼救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火，而是蓄意人为，彻底的毁尸灭迹。今夜，我便要看到狄仁杰的尸首挂在牌坊上。那可是官呐，夫人。官又如何？观此，皓月当空。诸位兄台，我想再吟诗一首。师傅，云洛村都烧了，崔氏说的那座寺还能找到？我就挺着大肚子去了昭云寺。不能放过任何线索。啊！啊！起雾了。师傅，怎么起雾了？老瞎子，你都听见了？赵德，你收手吧。你呀，不该长着这样的痛。军令来了！军令来了！快跑啊！站住！
狄仁杰，云洛村的事，你查不了。老弟！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！剑上有毒，血止不住，我只能暂时以银针压制血流速度，再想办法。你不是善毒吗？解毒！此毒无药可解。什么意思？你治不了，你善毒毒也解不了，你学医也医不好。虽可以毒攻毒，可伤口与心脏只差之毫厘，贸然下药，恐怕会直接伤其性命。那别无他法，也只能如此了呀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救不活狄大人，我以命相抵。你做什么？我需要以身试毒。我来。先将毒药撒至伤口，再以银针封住内关穴、三阴交穴与太冲穴，使伤口血流速度降慢，一一施。喝药，不行；喝药，不行；喝药，喝药，再喝。血还在里，还是不行。好了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狄大人呢？我要见狄大人。有何冤，说与本官一样。我要见狄大人。哎呀，我徐同乃本县的父母官，你有何冤可说于我嘛？我要见狄大人。大人此时不在宫歇。哎，不是你有什么事你说与本官嘛？本官也能为你做主嘛？你看他，本官怎么了吗？本官，你给个机会嘛！都怪我没保护好师傅。大人会没事的。方才对你多有得罪了。方才多谢你替我试毒。小事一桩，你死了，谁救我师傅？你与狄大人因何相识？几年前，是师傅帮我阿爷翻了案，把我带出不良井，找武师教我练武，培养我到现在。不良井？那你大字不识，为何会画像？我阿爷蒙冤去世的，我与阿娘被打入不良井。我阿娘身为大家闺秀，却为了争夺一口吃的，被人活活打死。那时我才5岁，自那之后，我便经常用木棍在地上一笔一笔将我阿娘画了出来。阿娘，我想你。时间长了，便熟练了。那些画一定很美。狄仁杰，你查不了。
再帮为娘一次。阿娘，这案子你查不了。夜赴长街，城池无言，风帆胶卷，自己为悬。血痕上万，灯影相片，谁在暗处与真相交旋？爱生于雨，恨起于贪，一念沉默，万劫自缠。有人是我只于此岸，日光过烈与随人烟。一念若退万世几案，可这世道谁来作的？若真相冷若霜月，我愿天上任他刺破满目虚意。每句也曾付诸人心，多少人亲手至今却换作命运。生与死一线天，光与影并肩悬，山飞绝山而未尽然，不过人心一念之偏。若揭开谜底，水色柔情，这答案是否认真？当情与法对峙无声，我该相信哪一层烟？若真相冷若霜月，我愿尽弃，为国为我记输赢。人心为作，却因心传，纵然世道满是淤泥，仍有光值得追寻。难有终站，也未必明，风至君何人生难平？正义若无北门为凭，他与刀锋何以和鸣？若真相冷若霜月，我愿尽弃，哪怕世界不堪回应。当所有谜底终于清醒，我只愿在黑暗中守住，为盖之身。